就说你是吧？把衣服脱了，害羞什么呀？我操，这个行啊！纯欲啊，这反差，大学生。还可以，够骚。舅妈，拍艺术照一定要穿成这样吗？别那么多事儿啊！人家王老板可是艺术家，就对你服装有一丁点儿的小要求，而且人家长得一表人才，和蔼可亲，正义凛然，性格温文尔雅，谈吐都跟艺术家一样。操，还他妈不来！等一下，看我怎么好好折磨你这个小贱货！就拍几张艺术照，轻轻松松500块钱就到手了。你不想继续上学了吗？我的好外甥女儿啊，不把你送上她的床，我怎么拿20万呢？我必须要上学，这是妈妈的遗愿。好，这就对了嘛。8号房间，快去吧。许少，喝一杯吧。滚！这里没有8号，应该就是这里。这许少也是石头吧？料都喂了，还把我们赶出来。嘘，我看传闻说他不近女色是真的。你好，请问模特是在这里吗？废话，装什么清纯啊？你好，我是来这拍照的模特。还没完没了，老头子这次找来的倒是别出心裁。滚出去！又是这种伎俩，装可怜。怎么回事？这咬劲儿，还是我竟然会对这种类型有反应？干净吧。出门之前，舅妈有让我洗。我就是来拍照赚学费的，我不做那个的。这么贪心，还想加钱？100万，够吗？还不够。那你还想要多少？果然，你们这些出来卖的都是这样的。你走吧。你连你舅舅都勾引，不要脸的东西，和你那死去的妈一样的贱。我没有。你妈的遗愿是让你读完大学是吗？只要有我一天在，你就别妄想。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读完大学。
我想要3。成交。竟然敢要300万，不过你要价太高，你的服务必须值得了这个价格。3万块确实很高，这么服务？别装清楚了，难道要让我自己动吗？Seeing through your eyes, I know which on you Why do you still hesitate? Promise not let you down.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let me go. Don't say it. I'm right next to you. Close your eyes. From my shattered heart to far away. To go back in time. 做什么不好，非要做这个？现在得偿所愿了。你没有做安全措施。放心，我天生染色体异常。换句话说，我绝嗣。干什么？钱。果然，眼里只有钱。钱，我会找人打给你，但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你这是因为房事过度激烈造成的阴道撕裂，并且伴有轻微炎症。天哪，阴道撕裂啊！我没听错吧？哎呀，这平时在班里一副清纯无辜的样子，原来是装的呀！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得一晚上伺候多少个才能搞到撕裂啊？是啊，没关系的，熙然，总归可以继续上学了。为了妈妈临终前的愿望，为了我的未来，没关系的，我能撑过去的。行了，都在这围着干什么？没课吗？都走。你现在还是个学生，要懂得自爱，少谈些不三不四的男朋友。300万！少爷，这次林顿学院3年1届的校董会，您作为最大的持股人，需要你亲自出席颁发奖项。安排一下吧。昨晚上夺走少爷您第1次的女孩，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而且还是他们专业连续2年的总成绩第1。所以呢？所以我们尊敬的少爷，要不要加一项附加行程？比如说校园操场牵手漫步什么的。我对贪得无厌的女人不感兴趣。少爷，我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也许他有难言之隐。根据林顿大学的资料，他已经拖欠学费半年了，学校还下了最后通牒，再交不上学费就被开除了。难言之隐，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学的学费要300万。把钱退了，还拉黑我，这女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喂，爸。喂，刚才我做了个梦，我大孙说他投胎来了，踩着祥云喊我爷爷呢。哎，方特助，去联系一下神经内科的专家，给老爷子安排下全面的会诊。估计是小孙子想出病了。你这个逆子，你有病，你全家都有病。我告诉你，这梦不一样，特别真。我大孙还跟我说，他妈是个大学生。爸，你忘了我缺四啊？你怀孕了啊？你怀孕了？换句话说，我缺四。我没有，可能是没有休息好，所以我胃有点不舒服。这种事马虎不得，建议找个好点的医院做个 B 超，学校这里没有设备。谢谢医生。听说今天来的是许少，我想见他好久了。你怎么才来啊，然然？我有点不舒服。这是在做什么？那位传说中的许少今天要来开校董会，这是学校领导为了讨好他特意办的盛大迎接礼。大家安静一下，等会儿许少一来，我们要把最灿烂的微笑绽放在脸上。那还用说吗，学姐？那可是许少哎，就算没有这个仪式，我爬也要爬来看他一眼。就是要能和许少发生点什么，我寡一辈子也愿意。学姐，我可不可以请个假？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哎呦，又开始耍你那些小手段了。所有人都在这儿，就你要请假呀？你不会是幻想着一会儿许少过来会请点人数，发现你不在，故意勾起他什么独特的兴趣吧？我劝你呀，还是少给自己加点戏了吧，懒货！我没有，我真有点不舒服。哎呦，没有，我身体真的有点不舒服。哎，你这招是真厉害呀！你在男人床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哎呀，不要嘛！哎，许少来了。怎么了？这是怎么晕倒了？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原来他就是许氏集团的少爷。你想让世界暂停1分钟，这是他吗？安静1分钟。完了，他说过不要让我再见到他的。他这么盯着我是什么意思？不会要杀我灭口吧？许少，关于这次学校最高荣誉林顿奖，我们想让您来颁发，这也是我们学校至高荣光。是啊，是啊。这是候选人名单。是他，陆醒了。知道了，把所有候选者的详细资料都发给我。许少，不用那么麻烦，这最终获奖者的评选我们已经完成了，您到时候只需要直接……校长，既然林顿奖由我们少爷颁发，那代表的就是整个许氏集团。如果这个奖项的公正性存疑，给许氏抹上污点，那别说你一个校长，就是你们整个校董会一起自杀谢罪，怕也担待不起吧？是，您说的是。把所有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全部算过来，立刻，马上。林顿奖一定是陈红的了吧？好羡慕你啊！
林顿奖的履历是最耀眼的光环了，以后无论去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被打上精英中的精英标签。而且这次是许少亲自颁发，公正力更强了。陈红，你好厉害呀！怎么说的好像非陈红莫属一样？我们熙然也是候选人啊。陈红，他都那么不自量力了，你都不说他吗？对啊，你人也太好了吧！我实在是懒得搭理那些加戏的人了，观众们都累了。一会儿自然就知道谁才是闪闪发光的女主角，而谁才是那个连一集都活不过的脑残恶毒女配。许少来了！许少来了！下面，我将代表校董事会宣布本次林顿奖的获得者。熙然，我真替你悲哀。我姨妈在校董事会，你拿什么和我争？本次林顿卓越奖的唯一获得者是熙然同学。怎么会是他呀？竟然选了他啊！这互相真的是太厉害了！什么？不是已经内定我了吗？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是他？哈哈，你肯定是勾引了校董会的人走后门了吧？反正你也会卖。确实，有人走后门了。真的为了确保本次奖项的绝对公平，下面我将公布2位最终候选人的真实评选履历。公布就公布，我的履历，姨妈早就给我造假的天衣无缝。候选人陈红，去年挂科4门，成绩全年级倒数第7，在孤儿院仅有5小时的志愿时间中，有虐待儿童的行为。我很好奇啊，这样一份履历是如何进入最终的候选人名单里的？他怎么会知道真实的情况？姨妈！原来他的成绩都是造假的呀！还打骂孩子，也太过分了。熙然同学，全科平均分95.8分，连续2年成绩全年级第1，在孤儿院和养老院有超过120小时的志愿时间。林顿奖代表的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不可玷污的诚信与实力。现在还有谁质疑这个结果吗？现在请熙然同学上台领奖吧。等什么呢？快去啊！等等，熙然，我得不到的，那你也别想得到。我不同意，我得不了奖，熙然他又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他阴道撕裂，在操场晕倒，这件事儿学校有很多人都知道吧？啊，不会吧？真的假的？不信吗？许少，你可千万不要被他装出来的可怜给骗了。熙然他呀，其实就是出去卖的，我可是有证据的。他有证据，真的啊！我没有，你没有？看看你穿的这个样子，连路都走不动了，不知道是让哪个带着老人味的油腻男给弄成这样的呀？熙然，你贱不贱呀？啊，真是熙然啊！平时看着挺单纯的，没想到还有这么一面。少爷，准备好了。照片上只有熙然同学一个人，你如何能单凭衣着和走路姿态就能断定他是去做你所说的那种事？证明什么？看他穿的那个骚样子，肯定就是。是吗？哇，怎么会这样？天哪！那这又怎么解释呢？陈红同学，
如果单凭衣着和走路姿态就能作为依据，那你的这些照片更接近于铁证。毕竟你口中的油腻老男人，可正挽着你的手呢。陈红，该不会真是做那个的吧？闭嘴！谁规定不能谈年纪大的男朋友了？怎么了？我就是喜欢年纪大的，有老人味儿的，我敢承认。来，你说你去干什么了？你说不出来了吧？哼，我说他就是去卖的，有谁能证明欣然不是做那个的？有人证明吗？哇，真的假的？你信吗？不知道啊，你信吗？真的假的？我能证明。那天他来找我的。他是我们许氏筛选的未来管理人才储备计划中我们选定的候选人之一。那天我和他进行了一场有关于他独立研究报告的深度汇报。他的状态是高强度学术攻坚后的疲惫。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原来欣然这么厉害啊，还在读书就被许氏集团看上了。他居然还认识许少。许少，他配给您当管理人才吗？还汇报工作，他汇报什么呀？他跟我汇报什么？我需要告诉你吗？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他要怎么处理？和他背后使劲的那个校董，不用我教你吧？不用，大会结束，我立马就办。欣然，你给我等着！恭喜你。谢谢。不用谢，我维护的是许氏集团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仅此而已。少爷，您嘴怎么了？刚才不会是……我就是最近没休息好，所以胃不太舒服。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熙然，你这几天白天怎么总吐啊？这可不是小事，去找个好点的专家检查一下吧。你怀孕了啊？我怀孕了。钱我会照样打给你，但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他这么讨厌我，一定不想要这个孩子。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对不起，宝宝。医生，麻烦你帮我预约一下流产手术吧。这个孩子我不能要。林小姐，孩子的父亲来了吗？你要不要和他商量商量？毕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不用了，他没有父亲。好吧，那我就给你预约明天早上第一台手术。你一会儿去医院楼缴费。喂，你这个小贱货！上次王老板约你拍艺术照，你竟然敢不去！我没找到地方。位置我发给你了，不管你在哪儿，15分钟换好服装赶过来，听见了吗？抱大孙儿啊，抱大孙儿，孙儿。哎呀，爸，你是他来妇科干什么？姑姑，刚才那个女孩
唉，别提了，现在外面那些男孩都是些混蛋。那小姑娘怀孕了，我连孩子他爸都没见着。怀孕了？是啊，小姑娘一个人可怜巴巴，说孩子没爸，约了明天流产。畜生，真是丧尽天良！老子每天烧香拜佛的盼个大孙儿，盼得我2个眼睛都绿了。这白给的还不要，还不负责任。那个狗男人要是我的儿子，我打断他的腿，我掐断他的脖子，我爸，您可能真的有孙子。你们他妈的收了我20万，事儿没办成。今天我要是再见不到人，我就把你们俩放到锅里去。你放心，王老板，马上就到，马上到。对。舅妈，不是让你穿那件松的吗？过来吧，快叫王老板。王老板。叫什么王老板？我是搞艺术的，叫我王先生啊。这还愣着干嘛呀？赶紧敬一个呀！我们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傻东西？王先生，我不会喝酒。那个，我们可以开始拍了吧？可以。你看，这机位都架好了啊！怎么拍？那就先增进一下感情。这第一张就先拍一个亲亲照吧。放开我！如果是这种照片的话，我不拍。他妈，你疯了吗？熙然，王老板选你当女主角，是你家老祖坟炸出来的福气呀！别着急啊，王老板，这姑娘从小就没有爹娘教，等她给你拍完照，熙然一伙成了女主角，她就乖乖听话了。女主角？如果是这种女主角的话，我不拍照。还不拍，你说了不算。我们养你这么多年，是你该报恩的时候了。我怀孕了！什么？敢背着我怀孕啊？他妈的，怀了个野种！你他妈要我20万！老子当初给你这个价，是因为你说他是个厨啊！从今天起，你们家别想亲近了。等一下，王老板，这孕妇的题材更吸引人啊，这样您的片子才能卖得更好啊！对，这肚子还没起来呢，也就这几天的事儿，还新鲜着呢。但是它还是个二手货呀，而且还是一个事故车。最多8万。8万，是不是太少了？妈。行，8万成交。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么对我？我只是想读完大学，完成我妈的遗愿。你们在这里放手。
想完成你妈的遗愿。哼，我早就跟你说过，想要摆脱我们的控制，下辈子。跟纯欲小孕妇的片子，这次一定是卖爆了。放心啊，哥哥呀，会好好疼你的。我最喜欢小孕妇了。刚才呀，只是装装样子，杀杀价。老板，你快放开我！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许氏集团许庭生的。哦，我还说我是许庭生的奶妈呢。许少爷绝嗣，全城谁不知道？你把他搬出来吓唬哥哥啊！这一期的主题叫什么好呢？哎，就叫王先生和小孕妇的禁忌之恋，你看怎么样啊？哎呀，不要！这次总算把他给送出去了。哼，怀了野种，还被王老板玩个半死，你爸回来肯定会把他逐出家门。哼，他跟他死去的妈一样的贱，只要在这个家待上1天，就不得安生。我的妈呀，这谁呀？少爷，这是熙然的舅妈和表弟。您是哪家的大少爷啊？你无妨，他们是熙然的家人。您好，我是来找熙然的，请问他在吗？找熙然的？那个野种不会就是他的吧？不管是什么，绝不能让熙然跟有钱人扯上关系。不在，他不在。可是我们接到最后的消息，熙然最后确实出现在这里。5分钟前他刚离开，说去图书馆学习了。啊，对，我们家熙然可爱学习了，哎呀，拦都拦不住。好的，谢谢。走，去图书馆。是。熙然肚子里的野种，该不会是他的吧？有可能。不行，1/1000的可能也不行，绝对不能让熙然翻身。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打掉就行了。少爷，我总感觉他们有点奇怪。他们都是熙然的家人，家人不会伤害熙然的。爸，你醒了。哎呀，逆子，我做噩梦吓醒的。我梦见我大孙哭着跟我说他妈妈有危险。哎呦，我大孙哭的呀，哭得我心疼啊。爸，您就别添乱了。刚才我做了个梦，我大孙说他投胎来了，在这祥云喊我爷爷呢。掉头回去。是。不要！吴老板，他妈的，谁他妈让你们俩入境的？这是我俩的对手戏。王老板，他肚子里的孩子必须现在打掉，他可能勾引了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了。哼，什么他妈公子哥？我王新发会怕他？对，您王老板肯定不怕他，这不是怕给您惹麻烦吗？我们这些给您做售后的，一定要保证客户的体验完美呀。
等我打完了孩子，您再玩，行不？要真像他说的，没必要为了个20货惹到你个世家少爷。行吧。哎，我有秘方，流产快，几分钟就能搞定。许庭深，救救我，救救你的孩子吧！哎，等一下！这个大，这可是会出人命的。我他妈管你出不出人命，反正又不是我打。你那个太没意思了，用这个，啪的一下打下去，这个片子一定会大爆的。这不愿意干就滚！不，愿意。没有人救我的。怪就怪，你肚子里有个野种吧？一颗春分如洗，初夕，虚实之际，平行交集，心动加剧。你是哪个世家的公子哥啊？我叫王新发，江湖上都得。王老板，这是谁呀？你不是手眼通天吗？闭上你的狗嘴！许少爷，那阵风把您给吹来了。你终于来了。剩下的交给我，你先睡吧。许少爷，他是您朋友啊，我所以你敢睡我的女人，打掉我的孩子？您的孩子呀？都是那个死娘们害的呀！他什么都没跟我说，都是他让我干的！饶命啊，许少爷！肱骨、髌骨、三怀骨。他还是神医世家，这怎么回事啊？他妈可是许氏集团的许少爷啊！都是你这个死老娘们害死我了！许氏集团，许庭深，肱骨，髌骨，三怀骨，许少爷，饶了我们吧！都是他指使我们的。对，许少爷，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熙然的家人。家人是不会伤害家人的。他右手拿的扳手，帮他们废了右手吧。是。许少爷，许少爷，我。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怎么会这么喜欢钱呢？
谢谢你，许少爷。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都知道了。理由？不是你不想再见到我吗？怎么还要问我理由？孩子不准打掉，生下来。然后？对不起，我拒绝。26年来，第一次有人拒绝我的要求，你拒绝？别再演了，这种欲擒故纵的小招数，我见多了。为什么要说我在意？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协议结婚，我给你10个月期限，你把孩子生下来，我给你1个亿。1个亿？真多啊，我都不敢想这个数字。但我还是拒绝。我的出身不好，长得也很普通，不会打扮，也不懂那些高级场合的规矩。我就像泥土里的小草，许少爷您就是天上的云。就算您可以接受，你有没有想过您的家里人也不会喜欢我的？门当户对，我还是明白的。儿子，你以后谈恋爱不准找农村的，你可是大专学历，城市户口，他怎么能配得上咱们家？妈，你放心，我肯定不找那农村的。大专以下的我都瞧不上。就是。其实我已经过得很辛苦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小心翼翼的，将来也要面对那种你配不上的眼神。为了钱可以出卖身体，却还有虚无缥缈的底线。所以你觉得我的家族会瞧不起你，断定你和你的孩子会在我给予的世界里受委屈吗？不是吗？就好像宫女意外被皇上临幸了，最后都要在冷宫里过一辈子。右转，带他回家。我家要左转。我知道，现在是回我家。少奶奶好。少奶奶，他们叫我，这排场也太吓人了吧！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只在梦里见到过。哎呦，我的儿媳妇儿！哎呀，可算是把你盼来了。我爸。哦，叔叔好。哎呀，叫什么叔叔，叫爸。许庭生的父亲好慈祥，跟许庭生的扑克脸完全不像。证明了，拿出来看看。没有，他拒绝了。拒绝了。哎，你这个不孝子，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你呀，根本就不配当我许天胜的儿子。我许家就没有你这样丢人的儿子。你跟我妈不是也求了37次婚，她才答应的吗？少放屁！明明就是你妈向我求了37次。等我妈回来，我问一下她。别问了，就问。哎呀，都是真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提他干什么？哼，还算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身份低微，配不上少爷，靠肚子逼宫也没用。山鸡就算飞上了枝头，生出来的蛋也变不成凤凰。果然还是这样的吗？他不配，你配。你是个什么东西？耳朵聋了，还是脑子不好？是他拒绝了我儿子，是我儿子都配不上他。王妈，是谁招的人？这种狗东西也配进我们许家门？对不起，老爷，小翠生病请假了，这是我们从长期合作的保洁公司临时调用了一个。像疯狗一样乱咬人，看来精神不太正常。
送精神病院吧，先垫2天，治治脑子。是。不要啊，老爷，饶了我吧，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救命啊！老爷饶命啊！这雷厉风行的作风，都有点像父子。我的好儿媳啊，渴不渴？你饿不饿？那你冷不冷？林小姐，这些都是少爷昨晚吩咐，今早紧急调送过来的，专门为你准备的。专门为我？专门为我？爸，熙然刚回来，应该累了。哎呀，对，这人上了年纪啊，脑子不太好，累了就应该休息，应该呀好好的休息。王妈，赶紧给我的儿媳妇准备公主浴。是。熙然小姐，请吧。跟我来吧。少奶奶，您用这个。林小姐，这间套房是景观最好的一间，这些衣物用品都是少爷亲自过目后挑选，让人送过来的。说句借阅的话，我在许家伺候了3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少爷对一位女士如此费心。如果宝宝真的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平安长大，那该有多幸福。喂，然然啊，舅舅回来了。这些天你舅妈和你表哥对你做的事，舅舅知道了。舅舅不在，你受苦了。明天上午9点回家一趟吧，舅舅替你主持公道。不要了吧。熙然，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舅舅的话就可以不听了？明天9点钟，我还需要再重复一遍吗？我知道了。熙然，也许你逃不掉的，不要再拖累别人。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房间，我进来需要提前打报告吗？算了，反正又不是没见过。怎么？没事。怎么样？跟你想的一样吗？不一样。大家都好好，我能感觉到，他们是真心的。所以，你考虑的怎么样啊？结婚。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随意，在考虑清楚之前，孩子你不许打掉。还有，那个工作以后不要再做了。哪个？难道他知道我在学校里兼着打扫宿舍的事情了？是怕我累到影响孩子吗？没事的，我很熟练的，而且做得很快，一点都不累的。熟练？
我有时候一晚上可以接3个活的。3个活儿？你为了赚钱，尊严都不要了吗？尊严也是，像他这样的家世，一定觉得打扫宿舍很丢脸吧？没事的，我已经习惯了，不会觉得没有尊严的。不就是要钱吗？我给你钱，你陪我。许少爷，我不做这个的。你不就想要钱吗？我一次给够你。许少爷，请你不要再侮辱我了，我也是有尊严的。神经病！柜子里有被褥，去打地铺。好。许少爷这张脸真的好帅。宁可卖给别人，都不愿意跟我做吗？既然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差，少奶奶，您怎么醒这么早？我睡不着了。我妈，您能告诉我厨房和食材都在哪儿吗？我想给许少爷做份早餐。哎呦，这可使不得，这些活我们……王妈，求求你了，我就是想给许少爷做一份早餐。行，我带您去。少奶奶，东西基本都在这儿了，您真的不需要我帮忙打下手？不用了。少奶奶，夫人她就是少爷的母亲，下午就要回来了，在夫人面前，您言行举止要格外注意些。什么意思？夫人她性格有点强势，说一不二，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极高。你看老爷在外面雷厉风行，在家里还是被老夫人治得服服帖帖的。您乖巧些，还是有好处的。我记下了。我妈，为什么你们都对我这么好啊？是因为少奶奶您人好呀，一点架子也没有，待我们这些下人客气又尊重。我们虽然没什么见识，但谁是真心好的，我们还是能看出来的。我们都很喜欢你。谢谢你们，但我不属于这里。我知道了，王妈，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太太，太太，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嘘，就是他怀的庭生的孩子吧？去，给我拿一套保洁的衣服来。少奶奶早。
哦，阿姨您早。我好像没见过你。我是今天家政公司临时派过来的，不是许家长期雇的。您没见过我也很正常。好有气势的宝琪阿姨。阿姨，您有没有见过老夫人？老夫人啊，我哪有机会见老夫人啊？我就是今天派过来临时做清洁的。哦，我听说老夫人好像很严厉。也不知道我擅自做早饭，老夫人会不会生气？少奶奶做，老夫人一定喜欢。想用这种小手段讨好我，怕是太小看我林熙凤了。少奶奶，您真是好有福气呀，怀了许家的孩子，这下半辈子可不用再愁了。有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呢？许家跟我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已经打算去打掉这个孩子了。什么？什么？阿姨，您怎么那么激动？没什么，没什么，我天生嗓门大。少奶奶，您为什么要打掉这个孩子呀？这可是聚宝盆呀！不是的，他只是我的孩子。少奶奶，我说错话了。没关系。那是这个家里有谁对你不好了吗？不是的。完了，少夫人太僭越了。您看，我做了好多份呢，不只有许叔叔、许少爷、老夫人的，还有王妈的、小红的、玲玲的，每个人我都做了。大家都对我好好，我真的感到很幸福。你才来了一个晚上，就知道他们对你好了，万一他们都是演的呢？有钱人的家里啊，最会做表面功夫了。不会的，这种笑是演不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笑过，能让他笑成这样子的家庭，怎么可能是假的？那按你说，这里既然那么好，那您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少奶奶呢？和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幸福的生活下去。就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我不能把我见不得光的深渊带到这片净土上来。我配不上这里，我的深渊像个见不得光的无底洞，里面的人全都是吸血鬼。我拼命的想逃，想离开那里，想读大学，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却发现不管我怎么逃，都甩不掉他们，还会把脏东西带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不能打扰到他们的幸福。丫头，我以前也在黑暗里待过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那就是全部。但我会跑，也是个很敢跑的女人。后来我就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有光的地方。后来啊，就拥有了幸福。对不起阿姨，我得赶紧走了。老夫人，少奶奶她还年轻，又一直过得苦，要是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或者做的不合规矩，不合规矩，立刻派人去查他说的那个家，那个深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烂泥潭是我林熙凤踹不出来的。是夫人。还有，从今天开始，这个孩子就是我们许家认定的少奶奶。通知下去，许家上下，如果有人敢对他有半分不敬，就是跟我们整个许家作对。是。少爷，
他人呢？少奶奶一大早说她有事，先回家了。少爷，今天的早餐您带着吧。我有重要会议，会前不用餐，这规矩有10年了，该记得吧？是，您瞧我这记性。可是这是少奶奶天还没亮就起床亲手做的。哇，我这儿媳妇做的早餐真是太好吃了。早餐你吃了吗？少奶奶做的比王妈还好。真好吃。每个人都有。是啊，少奶奶说感谢大家的照顾，给每个人都做了一份。那也就是顺手给我做的。但唯独您的这份有一个爱心。幼稚的把戏。你饿了吧？我早上吃过了。我吃过了，但是没吃饱，我现在特别饿。王妈，把少奶奶这份充满爱心充满营养的早餐给我吧。冉冉来了，冉冉来了。来，冉冉，来舅舅这儿坐。他们欺负你，你可以给舅舅打电话吗？怎么也不能夜不归宿啊！舅舅担心的睡不着啊！哎呀，胸口痛的呀！没事了，不怕啊！舅舅回来了，舅舅为你主持公道。我不在，你竟敢这么对待你妹妹！爸，你听我解释。畜生！再敢有一次，我就废了你！我儿子我了解，都是你教的吧？我让你照顾好熙然，你就这么照顾她的？她可是你外甥女儿啊！大海，听我解释，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好，我都是为了……你们都是女人，你不知道女人的清白比命重要。看什么？带着你妈这个贱女人给我滚！我还有话单独跟你妹妹讲。我已经替你教训他们了。瞧你这样貌，越来越像你妈了。昨晚去哪儿了？没，就去朋友那待了一晚上。这几天那娘俩没少欺负你吧？来，把衣服脱了，舅舅帮你检查一下。然然，舅舅给你买的小裙子漂不漂亮？喜不喜欢？喜欢就赶紧换上，让舅舅看看。我让你不听话啊！我让你不乖，我让你不乖，让你不乖，还愣着干嘛？舅舅从小看你长到大的。我不要。真是长大了。
哎，翅膀硬了，想从笼子里飞出去，敢跟我顶嘴了？冉冉，你知道吗？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啊！你忘了小时候我给你买的小裙子，哎，漂亮吗？我供你吃，供你喝，一点点看着你一点点长这么大，这么漂亮。舅舅供你上大学，我们是一家人呐。家人？对呀，血浓于水的家人。家人不应该是这样的。舅舅等你知错了，想通了，回到舅舅这儿服软，舅舅就再供你读书，像以前一样疼你。要不然你想都别想。你怀孕了？大海，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熙然他就是最近熬夜学习，吃饭也不及时，所以胃病犯了。对，爸，妹妹她就是胃不舒服，早上可能吃饭着急了。只是胃不舒服啊。绝对不能让你舅舅知道你怀了个野种，而且是许家的少爷，你听见了没有？要不然他会不要我的。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得赶紧想办法。他这个肚子就是个定时炸弹，绝对不能让这个孩子留下来。趁我爸还没发现，赶紧。你这个贱人，明明继承大统的应该是我这个儿子，我爸却偏爱你一个女人，你还不知足？这是偏爱吗？你怎么不跟你那个妈一起死了呢？你非得祸害我们一家干什么？你怀孕了？你怎么能怀孕呢？孩儿他爸，这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你是我最纯洁的小天使啊！你怎么能怀孕呢？是你舅妈骗我的，是吧？她因为看我对你好，把你当亲生闺女，所以给你造谣啊！我确实怀孕了。我不敢了。我让你做，我让你放着好日子不过啊！你看着一家人幸福你不乐意，我让你做，我让你做，我让你做！爸，滚！你知不知道她怀的谁的孩子呀？是许庭深。许庭深，他脱离了我的掌控，你懂吗？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这么报答我？我没几天了，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你放过她吧。你放心吧，你可是我的妹妹。哎，妈妈，她长得跟你越来越像了，我会好好照顾她一辈子的。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妈妈，妈妈，你开个手，这些年我花了你多少钱，我全都还给你。什么？你还给我？你怎么还给我？你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还给我啊！哦，你以为你傍上了许氏，你就可以反抗我啊？夫人，少奶奶的背景都在这里了。把饲料备份给庭深一份。备车。是。徐总今天吃饭了。徐总不是例会前从来不吃饭的吗？这场会议涉及外商，非常重要，所以会议期间不会停止，所有人不得请假。会取消。怎么回事？根据调查，少奶奶从7岁开始就被舅舅霸凌猥亵，还拍了很多照片。少奶奶甚至从小就没有上桌吃过饭，从小家里的家务、饭菜都是少奶奶做的。原来是为了逃离这样的深渊，才要放弃尊严，出卖肉体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原谅你。你以为你怀上了许家的种，就可以飞出去了？看看，你好好看看，人家知道你的以前是不会要你的，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我要你，我们才是永远的一家人。不是的。什么不是啊？是天使。我不允许你叫别的男人的名字。老公，干什么？都是这个野种惹的祸。许家也是因为这个野种才要他的，要不然那种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呢？只要把那个野种打掉，许家肯定就不要他了。打掉？把孩子打掉？对。许家是因为这个孩子，只要把孩子打掉，他依然是我的然然，他依然是我的。快点！我就知道他心里有这个家，还有我。你快点啊！丫头，
我以前也在黑暗里待过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那就是全部。但我会跑，我是个很敢跑的女人，所以我就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有光的地方。后来拥有了幸福。只要一直跑，一直跑就可以拥有幸福。一直跑，然然，别怕呀！我让你跑。然然，别怕呀！舅妈给你来一下，野种就没了。可能我天生就不能拥有幸福吧。宝洁阿姨，宝洁阿姨，对不起，我尽力了。丫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打我外甥女的野种，关你屁事儿！哎呦，你也知道这是你外甥女，畜生！你凭什么打我？你个臭保洁！打的就是你！女人做到你这个份上，真是悲哀。我看今天谁敢动我儿媳妇一根手指头！儿媳妇儿，许家主母，许母。原来她就是许庭生的母亲。许氏也不行，坚决不行，谁也不行。儿他爹，我们快走吧。这是许家少爷的妈，我们惹不起啊！是吧？这许氏动动手指就能捏死我们了。滚！然然和他妈都是我的，得不到我就毁了他。阿姨，你快走吧，别让我拖累你了。傻丫头，还叫阿姨呢，叫妈。不怕，有妈在，今天谁也动不了你一根手指头。去死！妈，没事吧？我没事，丫头受伤了。你怎么样？疼。我送你去医院。我让！哎呀！啊！你们几个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吗？你就是那个许庭生吧？你以为谁都怕你啊？啊！老公，你别说了，我求求你了！滚！我们然然以前多干净啊，身上也香香的，都被你这个畜生给我弄脏了！杀！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我不怕你，我死了也要缠着你们！好，我成全你，让他们几个消失。不要！他们都这么对你了，这种畜生要放过吗？放我下来，求你！你可以吗？这是我最后一次原谅你，不是因为你是我舅舅，而是因为
你是我妈妈的哥哥，还有，你不是我的家人，从来都不是。弄死我！啊，熙然，你不弄死我，你这辈子都逃不了！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我不怕你们，弄死我啊！少爷，地下室里的东西都全部处理干净了，这些是所有的底片和照片。还给我！那是我的！还给我！那是我的！你好像很在意他。把它还给我！把它还给我！那是我的！不！不要！快停手！许庭山，我饶不了你！你不能好死啊！你觉得熙然是你的，但很可惜，他是我的。停手！熙然，我永远放不过你！许少爷，那个，我刚来啊，我没有照顾你晚上的。谢谢你，谢谢你来救我。啊，我那是担心我妈，顺手救你的。那也就是顺手给我做的吧。但只有您的这一份多一颗心。我也担心你。担心我？不要多想，熙然，他一定是担心孩子的意思。那个，我们要不要结？熙然是个苦命的孩子，又受了这么大的打击。结婚这件事，如果他不愿意，你先别急着催他啊。那就这样吧，我先走了。许少爷，我把这个掏出来了。结婚？你考虑好了？宝宝在你家肯定能特别幸福的长大，而且我的钱全拿去交学费了，也没有地方去了。你放心，我知道我们只是协议结婚，我绝对不会越界的，也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们的关系。我也不要你那1个亿，我什么都不要。等到10个月，9个月期限一到，我把孩子生下来，也攒够租房子的钱了，我就会自动离开你的世界的。消失？他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规划好离开的日期，在他心里和我的联系就只剩下这10个月的交易期。既然你考虑的这么周全，那就协议结婚，但你得先办理休学，在怀孕期间不准离开我的视线。为什么？
你怀着孩子在学校，出了意外，孩子怎么办？你别想在学校里接那种活。有道理，但是我不离开你的视线，怎么攒钱啊？许氏集团总裁助理。我没做过啊，什么工作内容？陪我。回来了，妈。夫人，领证了。不用管他，这小子他有病。来，快叫妈。许少爷是不是没告诉夫人协议结婚的事？夫人对我这么好，而且她还是宝宝的奶奶，我不能让她不开心。妈，哎，这些啊，都是老夫人给你准备的。谢谢妈，但是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给你你就收着，许家的儿媳妇儿，礼数一样都不能少。这个呀不一样，这是顶级的玉石大师和著名的设计师用了10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它的名字叫凝翠，是我专门留给许家儿媳妇的。家宝只能给儿媳，这怎么能收？可是现在拒绝，夫人一定会伤心的。先带上，等10个月时间一到，要还给夫人。带上它就摘不下来了。啊？怎么了？没事没事。让许少爷想怎么办吧，他总舍不得让我把手剁下来吧。妈把翠玉传给他了，他还愿意接受，他应该心里有我吧。不舒服吗？手镯。怎么了？我摘不下来，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肥皂、沐浴露，但就是摘不下来。我尽力。就这么怕跟我扯上哪怕一点关系吗？那你把手剁了吧。许天山，你好冷漠，竟然真舍得让我剁了手。难道他对我一点都不在意？啊，少奶奶，您醒了。少爷一大早就出门了，说是有几个紧急会议。哦，这是按照少爷吩咐，特意为您准备的孕期营养餐。这些食材啊，都是一早上从原产地空运过来的，厨师也都是特地请的营养师调配的食谱。少爷出门前特意嘱咐了，如果少奶奶不满意，就全部倒掉重做。满意，满意。好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如果他对我的这些好，不仅仅是因为宝宝，也能分一点点给我这个人就好了。王妈，我吃好了，我现在要去学校一趟，办一下休学手续。少奶奶，稍等一下，少爷出门前特意嘱咐了，说在您出门之前，要为您更换一下着装和妆容。啊？为什么？少爷说，您现在是他的妻子，代表着许氏的门面，出入公共场合，举止着装要得体，不能太过随意。哎，但这都是假的。
假的？假的？哎，王妈，你衣柜里有多少衣服？少爷，我这把年纪了，早过了爱打扮的时候了。不过夫人心善，总送我些料子好的衣裳，加上这些年自己零散买的，也有几百件了。王妈都有几百件了，可熙然的衣柜里只有之前老爸送的几件。怎么会有女孩子不喜欢打扮呢？王妈，去请2个国际顶尖造型师。是。哎，王妈，我刚才说的，不准告诉他。放心吧，少爷，我绝对只字不提。去吧。他是在乎我的，不只是因为宝宝。哇，这是谁家的掌上明珠？太漂亮了吧！这哪是掌上明珠，这是熙然。那个穷到要去宿舍做保洁的熙然吗？这也变化太大了吧！校长好。你好，你好，西大小姐。这个是跟许少爷有关系的人，我一定得伺候好。我是来班里休学的。哎，早就给您准备好了，跟我来，跟我来。西大小姐马上到了，就在前面。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学校已经不是你能待的地方了。哎，来来来，哎，就在前面了。凭什么熙然？竟然我什么都得不到，那你也别想要。少爷，这是持股协议终稿，法务部已审核完毕，请您审阅。最近林顿学院那边有没有什么需要集团跟进或者待处理事项？林顿学院有什么好处理的？少爷，你是不是想少奶奶了？我们直接去找她不就完了？我会想她吗？你最近是不是没有什么事情干？是少爷，是我多嘴了。不是，少爷今天怎么了呀？所以到底有没有待处理事项？想起来了，林顿学院确实有非常重大的事项。什么事项？那个，哎呀，什么事项啊？我还没来得及编呢。就是既然有待处理事项，那就没有办法了。走吧，处理一下。想少奶奶就想少奶奶呗，嘴巴真硬啊。什么？我是说林顿学院的这个事儿太重大了。刻不容缓了，快走。太大了。熙然，我要你死！辛苦你了，校长。您辛苦，您辛苦。哎呀，这也太巧了吧！真麻烦，出来办个事儿也能碰到。是巧，确实巧，吞半个点儿了，能不巧？少爷，熙然，去死吧！小心！小心！哎！你没事吧？陈林学长，走！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是故意的。处理掉。是。走。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陈林学长，几年不见更漂亮了。陈林学长，几年不见又漂亮了。你不是去国外进修了吗？回来了，这次来办学籍转接的，明天我就去许氏。一口一个学长，他谁呀？他是陈林学长，之前很照顾我的。你好。照顾？能有我会照顾？他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气？不会是我的错了？
他不是不在意我的吗？你吃醋了？切，吃你的醋！你在意我？搞笑。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啊？是啊，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啊？我没生气。哼。你受伤了？没有。胡说！我去给你买药。少奶奶。疼不疼？我喘不上来气了。刚才那个人是怎么照顾你的？原来他真的是吃醋了，他在意我，他就是我之前的顾客，之前总照顾我生意，平常1个月要找我好几次呢。如果当时没有他，我可能连宿舍都住不起了。我和他之间就仅此而已。做那种工作的常客，还跟我说仅此而已。下车！啊！下车！啊！什么人啊？会儿风一会儿雨的，我也不是没有脾气的，走就走。他是不是没怎么穿过高跟鞋？掉头回去。上车。不要。哎，干嘛要回？熙然，你不会打车吗？就我也是会生气的好吗？哼！疼不疼？你以后不准再接任何活了。你缺钱了，我可以给你。这关乎于我们许氏。关乎于你们许氏的门面。我知道，你已经给我介绍工作了，我不要你钱，以后都不会了。谢谢你。我那就是，如果你以后不干这行了，我可以考虑把我们的协议婚姻延长。延长多久？1个月还是2个月？总不会是一辈子的。延长到一生。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好。3、2。我怎么睡在许少爷的床上了？昨晚我不是在跟他说话吗？
这就是许庭深的味道。少奶奶，你醒了吗？哦，我醒了。少奶奶，您该起床准备了。今天是您第一天到集团报道上班的日子。哦，对，谢谢王妈，我马上就来。少夫人，您呢先去那边做一下例行体检，一会儿呢会有人带你去办理入职。好，谢谢。不用客气。哎，方特助 ，Lisa， 一会儿呢你带新来的总裁助理先办一下入职。好的，没问题，方特助。这个呢是他的相关资料和 offer， 流程都在里面，你仔细看一下，按规章来，不要出错。放心吧，方特助，我最细心了，保证把流程完成的又快又好，让他感觉到宾至如归。去吧。不就是带个新人办入职吗？能有什么特别的流程？老娘带过的新人没有10个也有8个，闭着眼睛都能走完。有这功夫看文件，还不如想想怎么在方特助面前多表现表现，争取早点转正呢。你就是新来的熙然？啊，那个，你好。别上来就想着拍马屁，体检报告给我，要归档。老娘用了7年才当上实习助理，你凭什么刚入职就当总裁助理？体检报告。你怀孕了？开玩笑的吧？你怀孕当什么总裁助理 ？HR 是瞎了眼了，还是搞错了？许氏集团什么时候允许孕妇来入职这种核心职位了？我的确是来当总裁助理的。工作经验有吗？去养老院照顾过老人算不算？ Oh my god！ 你觉得你自己很幽默吗，大小姐？这里是许氏集团，总裁助理需要极强的执行能力、应变能力，外加24小时随时待命。你能干什么？在办公室给孩子喂奶啊？难道他是被哪个部门经理搞大了肚子，然后走后门进来的？如果能抓住证据给总裁，那我肯定能转正了。谁让你来的？许庭深。搞笑！你怎么不说你肚子里的野种也是许总的呢？就你这样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能见许总一面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很幽默啊？不说实话是吧？我，市场部实习助理 Lisa， 今天就要为公司肃清不正之风。这个女人不知道怀了哪个部门经理总监的野种，凭这种不正当关系混进许氏集团，这简直是对我们这种用实力进公司员工的侮辱。到底是哪个管不住裤裆的经理，哪个不要脸的总裁啊？自己出来认了吧，别敢做不敢当。在许氏集团搞这种养情妇走后门的把戏，你们是把许总的规矩当摆设，还是一个个都活得不耐烦了？有人赶走集团后门？疯了吧？怎么了？许总，您来的正好，我抓住一个严重扰乱公司秩序，并且企图走后门的人。就是他，他的履历一片空白，却突然空降总裁办助理，而且她还怀孕了，这太可疑了。她一定是怀了我们公司某个中层管理人员的孩子，然后这个中层管理人员滥用私权，偷偷把她塞进来的。这是严重以权谋私和作风问题。我逻辑推理能力非常强的，你要相信我啊，徐总。你的逻辑能力的确
非常强，强到仅凭一策，就敢在许氏集团办公区域公然羞辱诽谤同事，制造事端，扰乱公共秩序。我没有，徐总，是他说的，他说是你让他来的。他说事实，有什么问题吗？事实，熙然真的是徐总引进来的。什么？竟然是真的？方特助，让这位小姐收拾一下，即刻离开许氏集团。是。不，就算是事实，徐总，她一个连大学都没毕业、毫无工作经验，而且还怀了孕的学生，她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Lisa， 在你带林小姐入职之前，我是不是特意叮嘱过你，仔细看一下 offer？ 你没有看？熙然，总裁特殊助理，工作内容为总裁提供必要的情绪价值支持。没了？我叮嘱过你，仔细看 offer。这是一份特批的定制化的岗位合同，完全符合公司的规章。林小姐的入职流程正当，权限清晰，而你不仅没有履行引导新同事的基本职责，还在未核实任何信息的情况下公然诽谤同事，严重违反公司的条例和职业道德。跟我走。徐总，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次机会吧，我再也不敢了。看什么看？你还有你的工作呢。你手还疼吗？没事。不疼了。徐总，怎么样才算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说呢？现在坐过去。干嘛脱衣服啊？不会又想让我做那个吧？徐总，我……今天上午开了4个跨国会议，批了17份紧急文件，驳回了3个部门的增援申请。好累啊！原来无所不能的许少爷也有这样的一面。为什么我想让时间永远停止在这一刻？他这么睡会着凉吧？我去给他拿个小毯子。林顿学院传说级的毕业生陈琳，直接被国外顶尖商学院全额奖学金挖走的那个。我知道他，还带队拿过国际商业案例大赛冠军。天哪，这人比照片还帅！听说才23岁，是集团高薪聘请的技术顾问，直接对接战略发展部。他能不能看我一眼啊？真是太帅了。陈琳学长回来了，这次来办学籍转接的，明天我就要入职许氏。你也在这儿啊，熙然同学？上次你走得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叙旧。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我请你吧，陈琳学长。毕竟上次要不是因为有你，我就被花盆砸到了。晚上跟我去个地方。去哪里？吃饭。可是
我晚上已经有约了。我答应了陈林学长请他吃饭，报答他上次的救命之恩。拒绝我，选择他。熙然，你很好啊，非常的好。是说工作吗？指我给他拿毯子很细心吗？也没有很好吧，还需要继续努力。吃多久？我和陈林学长好久没见了，估计要聊很久，2-3个小时吧。许家有门禁，7点半到不了家，你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吧。可是现在已经6点多了，那就还有1个多小时。那你可以不去。搞什么？太刻薄了吧！学长，我这次就以水代酒，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来，学长，我们说好了，这顿必须让我来请。我来就可以。不行，学长，之前我勤工俭学的时候，每天都帮别人打扫3个小时的卫生，但是一去你那里，只要陪小猫玩1个小时，就给我2个小时的费用。而且我现在有工作了，所以这顿饭必须让我来请。你那时候太辛苦了，晚饭就吃1个馒头，但从来在你脸上都看不到忧郁，永远都是阳光、积极向上的笑容。先生女士，今晚我们一共消费2200元，请问谁买单？这可怎么办啊？我还没发工资，怎么这么贵啊？我来就可以，你下次再请我。不行，说好了我。今晚我们店推出甜蜜挑战活动，新品朗姆酒风味布丁，10分钟内哪位客人吃的最多，我们消费全免。我来。嘿，熙然，你不是吃饱了吗？而且朗姆酒布丁……学长，你还是太小看我了。那些为了省钱而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里，我早就练就了有机会就尽量多吃的本能。哼。61、62、116、117，好，时间到，挑战成功。这布丁有酒精？布朗布丁当然有酒精了。嘿，门禁过了，今晚你不用回来了。那好，我带他找地方休息，他喝多了。熙然，熙然，徐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知不知道她怀孕了？还让她喝酒，人渣！她怀孕了？别拦我，我还能吃10个布丁，
关键是我的，免得。你可以还手，我不会报复。不必了，是我的疏忽，我不知道她怀孕了，不然我一个也不会让她吃的。就不劳你操心了，我的夫人，我可以照顾。分姐，别乱摸。抱抱，要抱抱。许庭生那王八蛋，一天到晚光冷着个脸，凶什么凶？就讨厌他。还是你好。你别走，我只有你了。你不是讨厌他吗？我是讨厌他，他总是摆着大臭脸，还对我凶凶的，但我就是很在意他。你说他在不在意我啊？我Sounds about right. 哎，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醒了。他对我笑了，他还这么温柔，我的天哪！我昨晚干了什么得罪他的事了？把这碗喝了吧，你怀孕了不能喝酒，我一大早去给你熬的。喝了这碗就去死吧，我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碗毒药。等等，许少爷，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你不记得了吗？我完全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我昨天晚上吃了很多布朗布丁，然后就没有记忆了。你说了我很多坏话，说我大黑脸、刻薄，还说我王八蛋。还有，但我就是很在意他。没什么了，把这碗喝了，喝完带你上班。乖，许庭生跟我说乖，完了，我这到底干了什么把他给气疯了？少爷，不管我昨天说了什么，那都是胡话，都不作数的。酒后吐真言。完了。徐总早。早。徐总早。早。徐总刚才是回应我们了吗？他不是除了工作从不开口的吗？是啊，都不高冷了。完了。嗨，陈顾问，早上好啊。嗨，陈顾问，早上好啊。徐总早上好，今天很开心吗？当然了。
托你的福。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托他的福？陈学长知道？陈顾问这事受伤了，没事吧？不劳陈总费心，无碍。算工伤，下个月给你多发5万奖金。不必了，我的钱没有人可以不要。陈学长，我有事找你。正好我也有事问你。陈学长，你的伤是怎么回事啊？我摔的没什么事儿。你跟徐总结婚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完了，我昨晚睡得跟死猪一样，肯定把什么都吐露出去了。结婚、怀孕，难怪许少爷今天这么反常。陈林学长，拜托你，这件事千万要保密，跟谁都不要说。我跟徐总，那不是真的结婚，是协议结婚，真的。等10个月期限一到，我们就会离婚。我们在一起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真的有白纸黑字的协议。所以你跟徐总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真的有协议的。哼。这位女士，请你出去一下。我跟陈顾问有关于我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问题要探讨一下。啊？你想干什么？徐总这话问的奇怪啊！我对欣然有好感，难道说我连对女孩有好感的权利都没有吗？徐总未免太霸道了。霸道？陈顾问说笑了，她是我法律意义上的妻子。难道陈顾问想当破坏别人家庭、觊觎人妻的小三吗？徐总，请不要污蔑我，我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儿。我是对欣然有好感，但也只是单纯有好感。她怀了我的孩子，我不介意。我怎么听说徐总跟欣然结婚只是协议结婚，并且没有一点感情？这是不是说明10个月一到我就有机会？夫妻之间总会闹些别扭的嘛。不过床头吵架床尾和，我们的感情好着呢，所以你想都别想。一定是我把结婚的事情透露给陈琳，徐总生气了，我一定好好表现。晚上家里有个晚宴，我多年没见的发小回国，家里也想聚一聚，你晚上跟我回去。家宴？是的，这绝对是赤裸裸的试探。他肯定在想，你要是敢与许太太自居，有一丝一毫的介入，就死定了。他这是在考验我的自知之明。不，徐总，我怎么能跟你一起去呢？要是让公司的人发现咱们俩坐一辆车的话，肯定会对你产生误会的。徐总，您放心，以后在公司里，我绝对会跟你保持距离，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介入，让别人产生误会的，我保证。我这么识趣，主动划清界限，这下许少爷应该放心了吧？很好，欣然，你说的很好。那是徐总教的好。徐总，这下您不生气了吧？我生什么气啊？总感觉你生气了，对我凶凶。你想多了，你怎么会影响我的情绪呢？
反正我们两个也没什么关系，对吧？对，没关系。太好了，徐导。那徐导，我跟你讲，许少爷是炸弹吗？喂，你，许家的，过来，帮我把这个拿到客厅去。哦，小心点儿，里面可都是易碎品。你是谁啊，小姐？我和你都不认识，新来的。我是庭深哥哥的青梅竹马，我们两个呀，从小就两小无猜。庭深哥哥从小就喜欢我。你慢点儿，里面的东西要是摔了，拿你的命都赔不起。王妈上哪儿招的人，笨手笨脚的。许叔叔，沈阿姨，阿姨，这是给您带的，我从法国特地弄的一点薰衣草精油，助眠特别好。叔叔，这是给您准备的限量版雪茄，知道你好这一口。这么破费干嘛？庭深哥哥，你想我没有啊？哎呦，我的少奶奶，您怎么在拿这个？快放下，快放下，让我来。王妈，你刚才叫他什么？就是啊，然然，以后这些粗活就让下人干，你还是小心一些。是呀，儿媳妇儿，你呀还怀着孕呢。没事的。她怀了庭深哥哥的孩子，翠玉，她凭什么是许家儿媳？然然，尝尝，这是空运4个小时过来的。好好喝，谢谢妈。就这么开心吗？看不出我在生气啊。感觉庭深哥哥并不喜欢他。庭深哥哥，你是怎么认识这位妹妹的呀？讲讲你们是怎么结婚的呗。有什么可聊的？反正也没什么感情。你这个逆子说的什么话？果然，那我还有机会。庭深哥哥，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工作了？脸色看起来有点疲惫啊。多吃点这个，澳洲空运来的和牛，特地为你准备的。啊，对了，还没请教，这位妹妹是？她叫熙然，是我们许家的儿媳妇。原来是熙然妹妹呀！刚才在门口真是抱歉啊，我还以为是许家新来的佣人，就让你帮我拿东西了。没事的。啊，还没正式认识呢。熙然妹妹，你是哪儿的呀？我是本地人。本地人？那我以前在各种场合怎么没见过你啊？妹妹家不会是普通人家吧？熙然不喜欢交际，而且啊，熙然现在怀着身孕，更需要静养。那就好。哦，对了，我听说现在啊，有好多女孩子为了嫁入豪门都不择手段的。比如说到外面接个种什么的。我觉得呀，还是要做个产检，查一下 DNA。啊，但熙然妹妹一定不是这样的人，对吧？哼，我看你像是你说的那样的人。这么多菜都堵不住你的嘴。许伯伯，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别生气，我就是随口一说。随口一说就更不应该说。苏婉，
我们两家是世交，聊别的，阿姨可以当你不懂事，但是你对然然不尊重，那阿姨只好请你出门了。庭生哥哥，你快听我说两句话呀！你知道的，我最单纯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庭生哥哥，我帮你包吧。累了，不吃了，我先休息了。这是给我包的吗，庭生哥哥？妈，你吃吧。苏婉，你吃好了吗？阿姨，我还没怎么吃。我看也差不多了，你也挺胖的，健康点儿。王妈，送客。阿姨，阿姨，跟庭生吵架啦？没有，是我惹他生气了吧？我总惹他生气。这熊孩子就这个样儿，跟他爸一个脾气，收拾2顿就好了。怎么，你有意见？那个以后呀，受了什么委屈就找你妈，让你妈收拾那个臭小子。对，有什么委屈啊，告诉妈，妈来收拾他。爸妈，你们对我真好。哎呦，对你好是好事，你怎么还哭了呢？我就是怕离开你们。怎么会呢？我们是一家人呀。那万一有一天我跟庭生离婚了呢？怎么可能？庭生那么在乎你。我的儿子，我了解，他喜欢的东西从来不放手。他真的在乎我。拿。这不是他包给您的吗？你妈呀，海鲜过敏，一点都碰不得。我的儿子，我了解，其实他最在意你了。徐总，怎么了？你今天晚上都没有好好吃饭，明天要不要一起吃晚饭？我做给你吃。行吧。徐总，你嘴怎么了？没事啊。怎么了？我跟庭生约好了晚上吃晚饭，所以过来问问他晚上吃什么。可是庭生约好了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共进晚餐。原来他只是随口答应。对了，新人助理，能帮我倒杯水吗？要温的，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凉。放一片柠檬，但柠檬要去籽，不然会苦。徐总，晚上我们吃。不打扰二位了。哎，他咋了？吃枪药了？你这个助理脾气可不太好啊。王二人，再给你倒一杯，他只能服务于我。庭生哥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知道一家。不用了，我要跟我的夫人共进晚餐。别想了。晚上部门团建去一家海边的餐厅，你也一起去吧。吃完饭还有烟花呢，
正好换换心情。可是庭审约好了，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共进晚餐。好，我去。昨晚说今天给我做饭，忘得一干二净了是吧？熙然，不是只有你有人喜欢。你刚才说你要去哪儿？庭审哥哥，你同意了，我们去一家私房菜。你去哪儿？去海边的露台餐厅。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膈应死你！哎呦，徐总，你也在这呢？哇，这是谁啊？不会是徐总的夫人吧？好漂亮，好搭呀！大家好。是啊，他俩多般配，我算什么？来，剥的挺熟练啊，以前没少给他剥吧？庭审哥哥，你有没有考虑过，等你们离婚协议结束后，和我在一起？对不起，虽然许庭生不在乎我，但是我的心里好像只有他。庭审哥哥，熙然呢？你很在意他？少废话，人呢？对不起啊，虽然许庭生不在乎，但是我的心里好像只有他了。你的太太，你问我做什么？你不跟你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在一起，跑来这干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我？你怎么不跟你亲密无间的绿茶学长在一起，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掉海里怎么办？哪里亲密无间了？明明是你们更亲密无间，又是夹菜又是喂虾的。没你亲密，跟你的绿茶学长说话就急着跟我撇清关系，说什么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说的这么干脆。明明是你先说的，再也不想看到我，协议结婚没有感情，哪句话不是你先说的？所以你不是因为陈琳才跟我撇清关系的？明明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我今天一早就去办公室问你要吃什么，是你青梅竹马告诉我你们今天晚上已经约好了。我算了，不跟你说，反正都是要离婚的。哎，算了，再帮你们一把。我没有答应他，是他撒谎。还有，我不会跟你离婚。很般配，不是吗？熙然，庭审哥哥是我的，你凭什么得到？啊！我的脚好痛，庭审哥哥，我崴脚了，你扶我一下吧。你没事吧？
可万一是真的扭到了呢？你没事吧？我扶你去酒店。熙然，你怎么样？没事吧？肚子好疼。走，去医院。天生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没站稳。熙然妹妹，你没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滚！如果我夫人和孩子出现任何意外，我要你们全家付出代价。妈，怎么样了？你姑姑说了，情况可能不太乐观。熙然和孩子只能保一个。太好，只要没了这个孩子，庭深哥哥就是我的了。保熙然。庭深，你绝嗣啊！这次怀孕本身就是个意外，如果这个孩子没了，你可能就要绝后了。为了许家，我只要熙然活着，孩子没了就没了，许家绝后就绝后，但熙然必须活着。这下你相信了吧？只是擦伤，胎儿很正常，没有大碍，多休息就好了。太好了，我去告诉他。哎，等等，你不是总觉得庭深不够在乎你吗？我这个当妈的要让他知道，他在我儿子心中有多么的重要。对不起。吓死我了！怎么会？事情我都听说了，让你失望了。以后我们许家断绝和你们家有任何生意来往。阿姨，不要！知道因为是我爸会打死我的。哼，那与许氏无关。你好好休息，我还有工作。你可不可以等我睡着了再走？好，谢谢。是该有个正式的开始了，就明天。熙然呢？少奶奶一早就出门了，说是有急事儿。出门了？去哪儿了？说是接了个很急的活，老主顾了，必须得去。走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连早饭都没顾上吃，我就给他塞了2个三明治。老主顾，急活，原来一切都没变。听妈妈说，你一天没吃饭。怎么，跟熙然吵架了？你当初为什么要选熙然呢？他不是你选择来的吗？我不知道啊。那天晚上，不是你给我下药，安排人把他送到我这里来的吗？那天是我下的药，但是那些模特不是已经被你轰走了？我还纳闷儿，你小子怎么突然间转性了？我是来这拍照的模特。所以你根本就不认识他？没见过，我连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呢。老爷，少爷，查到了，少奶奶今天一早去的是城西的暖阳养老院。养老院？是的，养老院的院长说，少奶奶在那里做了3年多的兼职保洁和护工。今天呢，是因为一位长期卧床的老奶奶情况突然不太好，老人的子女都在国外，而那位奶奶只任少奶奶照顾。一晚上可以接3个活呢，我很熟练的，不会觉得没有尊严的。1个月要找我好几次呢。原来
我一直在用最大的恶意揣测他。熙然姐姐，有一位先生找你，长得特别帅，是不是你老公啊？谢谢啊。熙然，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熙然，嫁给我，这不是协议，也不是交易，是我想和你共度余生。熙然，你是我的，小心！啊！放开我！熙然是我的，是我的！庭深，别哭，你还没告诉我，你答不答应？庭深，庭深，庭深！然然，医生说庭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你还这么年轻，庭深我们许家会照顾好的，你找个好人嫁了吧，嫁妆妈妈出。是啊，许家不能拖累你一辈子。爸，妈，这里就是我的家。庭深在哪，我就在哪。他说：“猜猜我有多爱你。”大兔子说：“哦，这我可猜不出来。”熙然，5年了，你还在这演深情呢？你真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许老爷子、许夫人年事已高，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你死守着这个活死人，不就是等二老归西之后，许家偌大的产业全落到你儿子手里吗？可这么个小娃娃，真能撑起许氏？现在我老公是刘氏的继承人，到时候许老爷子去世了，许氏群龙无首，到时候我们两家强强联合，许氏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这5年你白等了。是吗？爸爸，你终于醒了。